今年我们已经测过很多机械革命的笔记本了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低价高配，性价比高。虽然反响还不错啊，但是测多了也有些乏味。那么机革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机器呢？这次我们自费买了一台耀世16 Super 水冷版 i9 加4080的旗舰机，而且是全新设计的水冷散热，不是之前的那种 DIY 方案了。据说表现特别强，那它到底能强到什么地步呢？下面就来赶紧看看吧。配置方面，作为旗舰级的游戏本，耀世16 Super 给的还是比较大方的啊。i9 14900HX 加上175瓦的4080，内存硬盘都是主流的 32G 加 1T 容量，屏幕是16英寸 2.5K 240赫兹的 IPS 面板，标称色域100% sRGB。价格部分，我这台4080的版本是14999元，另外还有一个4090的版本19999元。考虑到这个价格是附带水冷箱的，那我觉得还算可以。对于这台电脑，我相信大家关注的重点肯定是在水冷和性能上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水箱。它的官方名称叫冰河2代水冷机，相比初代做工明显精细了一些啊。加水口位于上方，有旋钮可以直接拧开，加纯净水就可以。水箱和电脑本体共用一个电源，先给水箱插上电，然后再通过一根线给电脑供电，相当于1拖2。而水冷接头则是带有磁吸的，我们实测密封性还可以，从机身上拔下来不太容易漏水。现在水和电都有了，那么这个水冷箱怎么控制呢？没错，它采用的还是蓝牙连接。这种连接方式的缺点就是不太稳定，有时会出现连不上的情况，需要重启水箱才能恢复正常。在电脑端的控制台里，可以调节水箱的风扇档位，有更安静、安静、均衡以及智慧4档。其中智慧档可以在待机状态下让水泵和冷排风扇停转。后面如果没有说明的话，我们都放在均衡档位下测试。下面我们直接把水冷箱拆开，看一下内部构造。卸下侧面的4个螺丝即可取下盖板，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120冷排，风扇理论上说你还可以自己换一个。水泵位于这个位置，水箱容量大约200毫升。然后再来拆机器本体。机械革命的拆机呢依旧比较容易啊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有关内存、硬盘、网卡、续航的实测数据，我们制作了图表，大家可以暂停查看。散热部分，它采用的是一个6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，看起来非常正常啊，甚至一眼都看不出它可以外接水冷。实际上的进出水口在这个位置，水道则是从内部贯穿了 CPU 和 GPU 的区域，做成了一整块水冷板。这个散热看上去比前2代那种热管上直接焊一根水管的野鸡方案要靠谱多了啊！水路和核心的接触面积增加了不少，而且呢，2个核心都能照顾到。另外，这台电脑还采用了 CPU 显卡双液晶的导热介质，水冷和液晶强强联手，这阵仗我还真没见过。下面就来实测看一下散热表现吧。室温25度，先来看风冷状态下的成绩。在狂暴模式下，单烤 FPU，CPU 功耗100瓦，82度，这个温度看起来还有些余亮啊。不过被默认的 PLE 限制住了。单烤显卡 RTX 4080功耗175瓦，83.4度，频率1920兆赫兹。双烤 CPU 维持在70瓦，92度，显卡160瓦，85.4度。显卡跑不到170瓦满功耗有一些可惜，不过温度也确实没有多少余亮了。其实双烤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显卡是能够跑到170瓦以上的，不过几分钟后会下降下来。如果是玩大型游戏，CPU 显卡不是一直双满载，那显卡就能在175瓦维持比较长的时间。它的好处是噪音不大，53.6分贝，比今年大部分游戏本还要低一些。如果在自定义模式下开启一键强冷，同时把功耗选项拉满再双烤，此时 CPU 能维持在80瓦，95度，显卡175瓦，87.2度，总功耗增加到了255瓦。不过核心也很热啊，在温度墙边缘徘徊了。这个模式的噪音是56.5分贝，其实也没有增加太多啊，只是风扇一直满转速不太方便。表面温度部分，狂暴模式和强冷整体表现差不多，中心都有一大片46度左右的高温区，热感非常明显。可以看出这台电脑在风冷状态下的散热已经很猛了，短板主要就是键盘温度。那么如果再接上水冷呢？这里水冷部分我们选择在均衡模式，风扇狂暴，在水冷的帮助下 CPU 可以维持住100瓦，92度，显卡175瓦，78.5度，双烤足足275瓦，这也是比巴今年测试过的最高纪录了。而且核心的温度也不算高啊，同时噪音表现也会有很大幅的优化，只有47.7分贝，已经赶上很多轻薄本的水平了。这个2代水冷箱的噪音控制也比初代好了一些，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概念，大家听一下噪音实录就知道了。
过对于耀世16 Super 来说，水冷并不能降低键盘面的温度，甚至由于风扇转速降低，部分键位还提高了1度左右，感觉它的风扇曲线完全没有考虑键盘温度啊。至于解决办法，除了外接键盘以外，你还可以把风扇强冷和水泵一起打开，这样键盘会凉快不少，最热处也只有40度。同时核心温度也有所降低，双烤功耗依旧是100加175瓦。当然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偏高的噪音，风扇加水泵一起会达到57分贝，比风扇自动的时候要高了不少。鉴于这台电脑散热测试的数据比较多，我们整理了一个表格供大家参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这个330瓦适配器也很牛逼啊！双烤状态下能够顶着275瓦的核心功耗，加上一个水冷箱不让电池掉电，我都怀疑它是不是反向虚标了。总的来说，耀世16 Super 水冷版的散热表现非常强。这台电脑在风冷状态下，其实散热就已经是不错的水平了。要知道，它只是一台16英寸的常规体型游戏本啊，同样16英寸的 Y9000P 至尊版也就240瓦，而加上水冷之后，它更是无出其右。275瓦的功耗甚至能够超过泰坦18 Ultra 这种巨无霸，属于是天花板的级别。它的主要问题还是默认转速下表面温度太高，如果用水冷的话，其实可以自己手动调整一下转速，兼顾静音和温度。下面进入性能实测，它的 CPU 采用的是 i9-14900HX，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啊。单核性能方面 ，R13 单线程2259分，比 i9-13980HX 略高一些。多核性能方面，跑一遍 R13 循环，一开始能够跑到34155分，稳定后则是在32000分出头，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顶了，比泰坦18 Ultra 还要略高一点点。跑分时，第一轮 CPU 的功耗维持在200瓦以上，后续稍微降低，在170到190瓦之间。温度则是一直顶着95度温度墙，这个功耗其实比泰坦18 Ultra 略低。耀世能领先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更激进的 AC Load Line 设置。之前我们有提到，调低 AC 值相当于降压超频，可以提高 CPU 在同功耗下的性能。14代 HX 处理器的默认值是 1.7 毫欧，其他的游戏本一般最多调到 1.1， 而这台电脑竟然降低到了 0.95， 调整幅度非常大。好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稳定性的问题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显卡，这台电脑搭载了最高170瓦的 RTX 4080，在狂暴模式下带有预超频，风冷模式下核心超105兆赫兹，连接水冷后则会提高到150兆赫兹。实测 TimeSpy 20623分 ，FAC 24204分 ，Superposition 校视11683分，相比墨屏提升了将近8%，幅度不小。实际游戏方面，由于它搭配的是 2.5K 分辨率的屏幕，各路单机大作对它来说几乎是无压力。即便是之前显卡负载最高的战锤3 DLC， 在水冷加超频的4080加持下，也能够跑到67帧。如果是顶配的4090机型，那性能真的是要完全溢出了。同时，我们也跑了2个纯风冷模式的成绩，帧数确实有下降，但不多。水冷主要还是体现在优化噪音方面。至于网游更是不在话下啊，这里我们跑了 1080p 低画质下的成绩，用来给后来者们当个参考。由于内存频率的差异，这台电脑在比较吃内存的最终幻想14里，帧数比泰坦18 Ultra 要高一些，而更吃显卡性能的 COD20 则是反过来。至于 Apex 4080的游戏本已经可以跑到300帧的上限了。内容创作应用方面 ，PS 能跑到1558分 ，PR 12597分，都是我们今年测过的最高成绩，无愧于超级水冷旗舰的定位。另外，各种专业软件合集 Spec Workstation 的成绩我们也测了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。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总结耀世16 Super 的性能表现，那就是爽。在水冷的帮助下，这台电脑把 i9 和4080的性能发挥得非常充分，而且默认就带有比较激进的超频和降压预设，可以说是比巴今年测过在性能上最顶级的游戏本了。那测完了性能，我们回过头来简单看一下外观。耀世16 Super 的设计风格和耀世15 Pro 很像，都是3面金属外壳加上深灰的配色。作为定价 1.5万元的旗舰机型，这台电脑在 logo、键盘、前唇、水箱上都增加了 RGB 灯效。可惜机身侧边并没有灯，而且呢，水箱和机身灯效并不能同步，感觉在炫酷程度上还没拉满。键盘采用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经典布局，按键和触控板的手感都是中规中矩的水平。机身的其余部分和耀世家族的其他成员大同小异，我就不过多废话了。屏幕部分，它采用了和耀世16 Pro 同款的京东方面板。它的实测色域容积 101.2% 的 sRGB， 色域覆盖 92.5% 的 sRGB， 色域覆盖其实窄了一点啊，也算是高色域屏。色准方面，它自带校色文件，平均 Delta E 0.73，最大 1.6， 表现优秀。
不过机格校色文件加载不上的 bug 在这台电脑上也出现了，我们重启了好几次才正常，感觉是服务器网络的问题啊。如果不加载校色文件的话，色准表现就差很多了。屏幕的亮度很高，达到了617尼特，响应时间则是常规水平。接口方面，机身右侧有2个5G 的 USB-A， 后侧是雷电4、HDMI 2.1和千兆网口。左侧的接口比较奇怪，理论上来说 A 口和 C 口都应该是5G 速率的，但是我们使用各种设备实测都只有 USB 2.0的速率。从拆机图可以看出，左侧的接口是通过一块小板和主板连接的，感觉又是经典的可靠性问题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啊。便携性方面，实测厚度20.7到26.5毫米，机身重2.48千克，适配器1.03千克。如果不算水冷的话，它在旗舰机里甚至算是比较便携的，跟很多主流级的4060游戏本差不多水平。前面我们测过啊，这台电脑其实纯风冷状态下的散热也不弱，能在这个体型里做出第一梯队的散热，说明机格还是挺有技术实力的。当然，如果加上水冷箱的话，那便携性就基本没有了啊。水冷这个东西就是放在一个固定工位当台式机用的。好了，看了这么多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有一定了解了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，供各位参考。其实2年前我就测过这台游戏本的幼年形态，当时用来做视频的还不是机械革命，而是同模具的机械师星辰17。那台电脑除了散热很强以外，其他地方真的像是个毛坯房啊！水泵噪音明显，适配器功率不够，水路呢还是焊在原来的热管上的，感觉就是一个贴吧老哥的 DIY 实验品。而2年之后的耀世16 Super 完成度明显高了很多，重新设计的水冷板和2代水冷机，无论是在散热效率上还是噪音上都有大幅优化，整机的做工也更加精细，有一个高端旗舰机的样子了。在性能和散热上，这台电脑是比巴今年当之无愧的榜首。而作为一个偏小众的产品，机械革命能够花大力气去改进，特别是让它在风冷状态下也有不错的散热，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那至于选购建议嘛，如果你对于笔记本的性能和散热有很高的要求，或者就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，想体验一下水冷这种新奇的形态，那我觉得耀世16 Super 已经是一个可用度很高的方案了，可以上。但是水冷游戏本在便携和可靠性上还是有明显短板的。如果你对于性能散热没那么热衷，就是图个省心耐用，那传统的风冷游戏本一般也足够了。另外，与耀世16 Super 同时在售的水冷本还有旷世16 Super， 两者配置差不多，旷世便宜一些，但实际上还是上一代的水冷方案，水路甚至都不经过 CPU。我觉得如果你确定要上水冷了，那真的没必要去省那千把块钱，新方案的耀世16 Super 表现会好不少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继续比巴评测室。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滴水不漏。